黑石县3日内撤民，边军后退30里，北门暂弃，听北境军役处置。内官大人，3万口人，3日怎么撤？老人、粮、牲口、公房，全都在这儿啊！朝堂连收3份败报，开石粮绝，兵退民乱。陛下顾全大局，才让你们撤。再拖，北门一破，谁担责？我奉密旨来查黑石，路上看过那3份败报，每份都写得清楚：粮仓见底，边军无力再战，民心已散。纸上每个字都有签押，挑不出错。可眼前不对，城里没有乱跑的人，墙下还在补门。远处有人推着木架往北走，2个妇人挑着水桶，绕过县衙时还主动让开军道。这不像一座快散的城。顾县令，你没听清？听清了。北3段刚才慢了多久？比昨日慢7息。圣旨在此，你还问强？强慢7息，比这张纸急。顾县令，朝廷要查的是黑石到底能不能守，你若抗旨，罪更重。我不抗旨，我请钦差去墙上看一眼，若看完仍觉得该撤，我亲自开北门。北3段有人失门，人退了，箭留了。北敌？探路的，箭头没毒，力道不重，就是要看我们合门多快。他们也知道黑石要撤了。墙上能看出什么？几块破铁，几道旧门，还能挡住朝堂败报？败报写的是纸，墙上站的是人。昨夜送来的修墙钉呢？东林口内车，账上满载，入墙少了1箱。少了1箱还敢上墙？缺1箱，先补急处。可若有人故意让他缺，下一回慢的就不是7息。西库送来的备用钉对不上号。钉头是新的，背面的油绘是旧的。这枚钉被人从墙上撬过，又塞回来。1颗钉而已。1颗钉松了，一段门就慢，门慢了，人就要补上去。秦御史，你来查黑石，我给你第1件证物。昨夜那1箱钉去哪儿了？那夜烽火早亮了，折子却晚了1天。你说的是3年前黑石败退那一夜？小老儿只说看见的。那夜北风硬，烽火一起，山口3座台都亮了。按马城急报天亮前该到北境军府，再由军府转京。可后来折子上写黑石迟报，边军怯战。为什么当年不说？说过，来问的人只拿走了一册，没拿走烽火牌。再后来，一册换了新的，
小老儿这张嘴就不敢多张了。秦御史，你看时辰。若烽火按老郑说的时辰量，急报不该晚。对，除非有人在中间压了。臆测换新时，谁来说的旧策？北岭转运仓的人说是军需路程也归他们合，拿了仓牌，没人敢来。东林口昨夜那辆车找到了牌号，可牌子少了一角。少哪一角？入仓角。车若进过北岭转运仓，牌角该有红漆，现在被刮掉了。这车昨夜从我车前过，后头跟着2个人，推车的没停，跟车的人停了，还问旧料棚能不能避风。旧料棚在哪儿？顺轨道走，过半里有个岔口，平常没人去，风一吹，车痕就浅。封那条岔路，别打草惊蛇。你一开始就知道钉子不只是少了一箱，黑石少过很多东西，粮少过，铁少过，急报也少过。每次账上都齐，到了人手里就缺。秦大人，这东西我藏了3年，要是能用就拿走，用不上也别让它再被换了。走吧。去哪儿？你看过钉，看过牌，也该看一眼黑石为什么还站着。这是什么？北墙。北墙。败报里写，黑石土墙坍了3处。土墙早拆了，3年前开始换，先换北1段，再换北2段。朝里批不下等饷银，我们就按段做，修得慢，但能查。每段墙都有自己的账，哪天换钉，谁验料，哪一炉出的铆件，哪一车运来，都写在上头。朝堂上的账能说黑石穷，墙上的账只认东西到没有。这些号能对到仓里，能对到仓里，也能对到炉里。所以有人才不喜欢他。北3段昨日河门慢7席，今日复测。测。这里被人动过。怎么认？园丁背面有刻号，打进去后会留半圈印。这个号被磨了，油灰塞进缝里，表面看不出。真到急用时，
门口会慢。谁能动这出？修墙的人能动，拿了玉牌的人也能动。昨夜西库谁领过玉？北陵转运仓的人来过，说要核对入库书。有文书吗？这份我要封存。这套东西谁想出来的？不是一个人想出来的。陆晨改书法，芸娘改卯剑，老郑记忆录，百姓推料。县衙只做一件事，把他们排到一张图上。秦燕听完，心里那点怀疑没有消失，却换了方向。他不再只怀疑黑石有没有瞒报，他开始怀疑为什么这样一座城会被写成一座废城。他把木牌翻回去，重新看那串人名。拜报里没有这些名字，拜报里只有梁绝、兵退、民乱。北山靖国断了一线。你要看的墙动起来了。北一段守门，北二段接光，北三段被弩。秦燕忽然明白顾长陵为什么说要上墙看，在朝堂上，黑石只是一块该不该砌的地方；到了墙上，它是一套会喘气的东西。灯在传线，门在合拢，人按木牌补位，任何一处慢，下一尺就能看见。断在哪儿？光能发出去，接不回来。净盘若裂，光会散。现在光没散，只是被吞了。查镜塔。不是我只是去天游，回来净盘就这样了。油灰和钉子上的一样，味道近，但更重。这东西不是净塔常用的灯油，是车轴上抹的。有3个人！别追远，照他们脚下。他们退得太快，他们不是来攻城，是路，是我们慢不慢？守门，不抢攻，谁离断子，谁补回去。北敌探路常用，一个节记一道门，2道节记灯位。净塔玉牌，今日谁碰过？下午北岭转运仓的人来对料，说要走上塔体看轨道，我拦了。
他拿了梁转运使的牌子。梁松，边军粮道转运使，管北岭仓，也管黑石一半良田。他的人为什么能上金塔？因为账上写他送来的东西都齐，可墙上缺钉，灯上沾油，卡牌少缴，账再齐也该查了。探路人退了，山口无事。不是无事。今晚这一下，说明有人把黑石的门路讲给外头听了。先查车，为什么不先拿人？人会喊冤，账会开口，车轮不会。明天天亮，严鬼查。查到哪儿了？昨夜那辆车走过侧轨，车轴油混了铁线，和金塔石部上的一样。这条轨修了多久？2年。第1年只通矿口，第2年才接到北墙。以前运一车铁料要3天，如今半日能到。东岭37号，铁板20，铆剑4箱，入墙。侧轨有心痕，往旧料棚去。走。这不是黑石县藏的账。梁松的仓。刻号被磨过。小的只是看棚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钦差问政，谁让你把北岭仓的强料压在粮袋下？是仓里吩咐，说黑石这边快撤了，强料晚2天也不碍事。晚2天，昨晚北3段就差7席。谁的字？小的没见过元首，只知道北岭仓最近都听梁大人的。梁松又出现了，强料被压，镜塔被挡，药牌被借，全都绕回北岭仓。先封鬼，再封棚，人不急着审，货先验。还要验什么？这批钉，料也不对。好料敲下去，生脆。这3枚，1枚脆，1枚软，1枚裂，不是一炉出来的。这不是驼贡，是换料。小的真不知道料坏，仓里只说如旧送，别问太多。谁说的？杜慎，北岭仓管杜慎。他说梁大人有令，黑石要撤，账面别乱就行。段坊开炉了，去段坊。现在，账上写的再好，炉火一过，
就知道谁在说谎。他知道，黑石这案子已经不只是弃守，有人在朝廷账上写死一座城，又在墙下偷走他活下去的丁。这批丁要是好料，我芸娘今日就把锤柄折了。第一枚，黑石自造；第二枚，北岭仓箱底；第三枚，箱底。样1、样2、样3，扦插见证。云总将指验料，不定罪。大人，钉子都是钉子，路上磕碰也寻常。看见没？好料吃锤，坏料躲锤。这道白线，料里加了冷萃才会起，路上磕不出这种纹。这种钉上墙会怎样？晴天看不出，遇到壮木虎口先松，在浴场洞里，裂缝会往里吃。到时候账上写的是强他于敌，没人知道他一开始就不是好人。即北岭仓送黑石修墙钉，1箱之内混3种料，样2冷萃，样3软片，均不合黑石强用。封条被烫过，能确定？新封蜡亮，旧封蜡哑。这箱先拆过，又烫回去。箱底。黑石山泥发黑，这不是本地泥。北岭仓外有晒粮场，泥里常混麦壳，杜慎的仓。小的指压车真不知道这些。杜管仓说这批料急，让我们夜里绕侧轨进棚，别惊动县衙。为何不走正轨？他说正轨有人验，还说黑石县令爱小题大做，少几箱钉也要写折子。他倒是懂我。大人，西棚库牌对不上。昨夜借出的是3号牌，今早挂回来的却是旧牌。他们不止换料，还在摸你们的急修节点。他们已经摸过一遍了。西棚的急修包，用的是我亲手定的号，谁动过，号会乱。明演练中。现在，他们既然想看西棚慢几席，我们也看。北岭仓送来的每一箱，都按样1、样2、样3中验。坏料不上墙，好料不入册。明白。每一项验料结果一枚串皮解，都属总项目，写清炉号、料号和去向，这份东西能进正项。那就写我的名。这炉不能让人糊弄过去。西棚怎么还不开？陆小贝，末将撞开他！不撞。西棚主门不开，走富贵。北段3号包先补西段，南段绳车压后半格。看身。
慢四息。若真打起来，四息给我敌人的壮木再抬一次。所以要查。这牌不是旧牌，可它挂在原处。正因为挂在原处才不对。黑石木牌每月用油护擦一次，边角会吃灰，这块干净的像刚磨出来。北岭仓蜂蜡里也有这股味儿。他们用同一种灯油烤蜡，西棚锁眼里也有。小的昨夜按规矩收牌，真没借给外人。昨夜谁进过西棚？只有清点的人，说是北岭转运仓来合旧料，带了渡管仓的签子。小的见签子上有梁大人的压印，才放他们看了半刻。看了什么？就看急救包怎么摆，说要核对北岭送来的料能不能入棚。他们没有搬走东西，小的敢发誓。不用搬走，看一遍就够配钥匙。再来一次，按西棚主门失效重演。演练中不许松。西棚主门失效，富贵启用不得超过2息。北段3号包增1套短铆，南段绳车1半尺。今日改，明早再演。杜慎的人何时来？带了几人？签子原件在哪里？签子在仓房，我这就去。不用跑，陆晨带2个人随举去，签子不离眼。黑亚氏的人手不差，他不是硬撬，是拿细坯试过。能看出在哪里试的？这种灰不在短房，在转运仓，灯油掺松脂，味道重。杜慎不只是管仓，他在替梁松看黑石哪里会慢。死意能定吗？不能只凭一张签子定梁崩，但可以封北岭仓，调杜慎问政。那就去北岭仓。北岭仓不能封，这里归梁大人管，不归黑石先碰。奉旨查边地军需，北岭转运仓涉及黑石强料、粮道、药牌3案，自此刻起，封仓验物。杜慎，你可以旁听，不得贻误。钦差大人，下官不是不配合，只是边地仓务繁杂，风雪误车也常有。若一封仓耽误了各县军需，谁担这个责？先把黑石被耽误的责担清楚。云总监，这些都是按册来的。黑石若嫌慢，该找路，不该找仓。你别教我看路，我只看料。同一批灯油烤过，丰田2次回烫。边地天冷，蜡脆，补一层也有可能。补蜡不会补到封字里，你看领子底下断过，先拆再烫才会这样。记。这是旧墙拆下来的废件。仓里东西多，许是装错。装错1箱是错，3排都错是账。短铆20箱，铁板10车。
这是黑石废炉剑，废炉剑不准入墙，只能挥炉。他怎么进了北岭新乡？下官不懂工艺，底下人混装也未可知。那就叫底下人来。看他做什么？你只说你经手的事。回禅叉，废炉剑是杜管仓让我们装的，说新剑先压着，黑石反正快撤，账面别乱，料晚点补也无妨。胡说！你一个搬仓的，赌什么撤不撤？他不懂撤，你也不该懂。谁告诉你黑石快撤？入出册，出去。梁策与强料无关。谁批的？下官只是照令办事。令从哪里来？梁大人说，黑石强料慢几天不打紧，梁一断，人心先乱。等城里乱了，弃手诏就没人敢驳。秦大人，记下。梁大人还说，若有人查，就说风雪误路，边地冬日谁也说不清。说得清。黑石每一条驿路都按时辰进。封北岭粮策，调驿站路程册。杜慎暂押，不得私审，不得见外人。是。顾大人，黑石口粮还能撑几日？按旧例发7日，若减量，能撑10日。你会减？先不减，减得太早，他们就知道刀扎重了。今日回城，百姓会问，那就贴账，账贴却出来，路查出来。粮找回来。近日的米真的要减半吗？北岭不送粮，是不是黑石真要撤？墙修的再好，人总得吃饭。要不先让孩子跟商队往南走。今日按旧例发粮，不减。大人，那后头怎么办？后头我去找。今日你们照常领，炉子照平开，墙照常守，账贴在这里，谁都能看。断坊夜炉还开吗？开。我可以想，人不能散。那我把夜炉改成半班，省下的口粮给巡墙队。料鲜艳，不敢晾。公文写的比人话好听得多。风雪阻图，待弃守复合，减缓10日，另行调配。每一个字都像有道理，合起来却是把黑石的喉咙掐住。这令是真的。梁松用的是转运使正义，真令不能办假事。我会入辙。入辙之前先找粮，折子走得再快，也没有今晚的锅快。陆晨，巡墙队分2班，余娘，北岭料先停用，
黑石自造舰优先补西棚。秦大人，劳你调驿站路成册。我去。把近10日进出城车牌全拿来。粮袋、料箱、空车，一个不漏。驿站即他出发，城门即他没到，中间只有2条岔路，一条去青口，一条去旧料棚。青口路宽，车辙深；旧料铺路窄，若是粮车进去，雪泥会压得很重。旧料铺那边的泥混铁屑和松脂，车轮若走过，轮槽里会带味儿。你不用跟路。我不查路，我只告诉你什么泥是旧料铺。大人，今日该入城的3辆粮车，在城门侧上没有，但午前有3辆空车出城，还好被改过。改册的人不敢重写，只敢添笔，因为原册在黑石。他们只能让车不进城，再让仗看起来像车已经反了。我带人去旧料棚，先去驿站。旧料棚若有人听见风声就跑，驿站有换牌记录，先把路钉死。是。钦差大人，小老儿只说看见的，那3辆粮车不是没到。去哪儿了？5时3刻，有人拿北岭转运使的牌，把黑石粮车换成了青口车牌，车没走青口。厂长，他们往那边去了。走。3辆重车，压很深，这里转向旧料棚，后头又有2辆轻车出来。能看出轻车装没装粮？只能看轻重，看不出装的是什么。旧料棚，车辙、木签、丝印，3整先合。老郑，你回驿站。小老儿还能认路？你已经认了，剩下的是我们的事。陆晨，留2人守驿站，护证人。大人，粮袋口上有黑石献仓的脚印，缺一角，像被老鼠咬过。小老儿记得。开门。封仓，所有粮袋原位登记，任何人不得挪。大人，小的只是奉命暂存，风雪大，车走不了，才把粮先放这儿。风雪大，所以重车能进来，空车能出去。
拆袋，换袋口。饭。押车人，谁下的令？这不是我的米，是黑石献仓暗户册发给城里人的米。你说不说，影响的是他们；你说了，按律论罪。是北岭仓的人。现在说，还能留你一条活路。他们说，只要换了牌，就不会有人挨饿。到时候弃手照下来，谁也拦不住。梁松亲口说的。在北岭驿后庭，杜慎也在。梁大人还说，京里有人盯着，黑石必须先乱起来。京里谁？小的没听清，只听见梁大人说了一句：“兵部那边等着看黑石的乱子。”这句暂不定名，记原话。两车原路回城，每车2名手足，1个书役随行，入城当众称重，空袋、木牌、旧铁板全部封存。押车人呢？交秦大人看押，不许私审，不许私放。弃守之意，恐已被人先行作场。梁松不会再躲了，他躲不住，墙没塌，梁没断，账也合上了。下一步，他只能亲自来。幕后的火已经烧到梁松脚下。第一记完。